比照军援乌克兰，美国要加紧给台湾地区当局大量军事援助，有可能实现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延绍。受俄乌冲突的影响，美国军工出现了供不应求和产能吃紧的情况，积压了大约19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地区当局感受到的可不是安全承诺优先，而是被毫不客气的抛弃。眼看着台湾地区当局的安全被晾在了一边，美国最近似乎想通过变通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近日，美国联邦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迈克尔表示，他已经尽全力加速交付台湾地区所采购的美国军备，并建议其他拥有相同武器的国家可在美国政府批准下转卖给台湾。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也表示，希望把原本售给沙特的鱼叉导弹优先交给台湾地区。当然，这种策略还要得到第三国的许可，操作起来比较困难。更夸张的是，美国国防部要充分利用其国会通过的台湾武器转让新授权，像军援乌克兰一样军援台湾地区。在2023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中，美国国会批准了当年向台湾地区提供30亿美元军援的计划，而相关账户由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共同管控。美国国防部计划通过总统拨款权将美军现有的武器直接转交给台湾地区，这也是美国现有的军援乌克兰的主要方式。目前的问题是，美国直接将美军的武器交给台军，这项计划能实现吗？可以说它还存在着很大的变数，更像是对台湾地区当局的一种安抚。首先，拜登还没有得到国会授权，因为通过一个军援台湾的法案还要分配所需要的资金。美国政府在对外军援上其实也并不富裕，钱不是乱花的。第二，美国国会是否会无偿军援台湾地区仍存在变数。美国国会此前通过的军援台湾地区的法案，从本质上看并非免费援助，而是通过发放贷款的方式武装台军，然后再通过对台军援让美国的军工复合体获利，本质上看是一毛不拔。要注意，台湾地区当局购买美国武器的主要障碍也不是没钱，所以美国的对台军援法案本身就非常奇葩，更像是在诱惑台湾地区当局抓紧时间武装自己。现在美台武器交易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军工复合体根本就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生产出足够多的武器，有些军火订单已经推迟到了2026年以后了。第三，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拜登政府需要这样的授权对中国进行威慑。拜登政府真让美军直接将自己的武器交给台军方，操作起来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由于没有迫切的作战需要，还影响到美军的战备，甚至会刺激中国大陆进行反击，怎么看都不那么划算。所以通过这样的授权法案，看上去更像是用来嚇阻中国大陆不要发起武统。第四，美国政坛正在上演一场无法交付台军采购武器的戏码。从麦卡锡再到美国国防部，现在鼓噪着要优先交付台军的军购订单，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安抚。毕竟蔡英文过境美国，除了得到口头安全承诺之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美国的所谓对台支持越来越空心化，优先级别也越来越低，这对于美国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的战略是非常不利的，也等于拖了后腿。总体而言，美国军方想像军援乌克兰一样援助台湾地区，面临着缺少预算的困难。基于美国两党的反华共识，美国国防部最后很可能会拿到权力，但是会不会动用权力，那可就两说了。美国两党的共识是继续利用台湾地区遏制中国的崛起，必然会加速武装台军。所以中国大陆在这个问题上不会有侥幸心理，解放军必定会抓紧时间进行备战，随时准备斩断美国军援台湾的黑手。
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